房貸一族拼買房，股市賺翻，你卻只能夠買兩房哦。先說結論哦，這次的賣股轉房很有機會讓兩房市場怎樣重新變熱，就是這樣嘛。不然錢要花到哪裡去啊？還是股票大賺一筆之後怎麼樣，繼續跟台積電輸贏？我也不曉得。嗨，我是買房阿元，訂閱買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錢。我們上一支影片聊了哦，投報這麼低，幹嘛買房子？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想跟你討論，房市要熱起來了嗎？哦，這集我來聊一個現象，那些股票賺到錢的人哦，他們想要買哪一種房子？那一樣啊，我們先看新聞標題，我念一下哦。台股大漲效應，永慶房屋第三季看跌房價比重降至 36%。 那內容是這樣，就是永慶房屋啊做了2026年第三季的問卷調查啊，我看到兩張很有趣的表哦，所以來跟你討論哦。真的很有趣。來，第一張表示股票賺錢，你要買哪種房子？我先說這個哦，它底下有寫，它寫有效回收問卷份數達1116份，所以應該還算有可信度。那當然啦，就你收到這個信哦，然後你會點開幫忙寫永慶房屋的信心問卷的人哦，這本身都對房地產有關注有興趣，本來就存在樣本偏誤的狀況。像是你把這個什麼房價信心啊，或者什麼有沒的關房地產的這個問卷哦，你寄給1萬名大學生填寫，你看會發生什麼事？我一看先猜房價腰斬再腰斬哦，房價被爆破了，比較符合現在大學生收到的資訊，他們的想象。但就這樣吧，這我們就先就這個資料來討論。來，這個資料講說，一半的人要買套房或兩房，剩下的40%才打算買3房或以上哦。好啦，為什麼？原因我等一下解釋。我們繼續看第二張圖，消費者認為哪時候買房最好？這就是買房的信心何時會爆發哦。來，他選擇2026今年下半年加明年上半年哦，他是拆開寫的，2026下半2027上半。OK， 好。今年下半加明年上半的占比超過 53%， 超過半數。你看，也就是說大家準備要買房子了，而且準備買兩房。好，那再來你要知道，搶兩房是被逼的。好，我們先來討論說，為什麼這波股轉房的人一大半都選套房或兩房這種小坪數的房子？這也不用我來判斷，對不對？這當然就是總價的關係嘛。你以為大家股票真的賺很多？這又回到房地產門檻很高，本金大小的問題。例如說，你今天股票本金100萬進去，廝殺了一番，幸存活着出來200萬，你100放進去，200萬拿回來，這感覺非常的爽啊。然後開始在 PTT 發文說，請問我現在可以全職操作股票了嗎？這種文章每次大漲都會出現。然後你經過3-5個月再去追蹤它，可能就在跑 Uber 之類的。這個你100進去200出來，這比你年終還多呢，多很多呢。好，然後嘞，你就拿這200萬你要去看3房哦，你就會發現，這個頭期款拍謝，即使是200萬，這個頭期款一半都還不夠。但是啊，你把這200萬再加上一些哩哩扣扣的錢，存的錢，自己額外存的錢，這2房頭期款有了呢。那好一點還有2房平車呢。我說中南部那個台北市、新北市也有賣修啊，我2房平車呢，這可以哦，所以這群人不是想要去買兩房，是只夠買到這個2房，所以與其抱着股票等回檔，那不如先把獲利怎樣整個鎖進房子裡頭。也就是說，這一波並不是什麼股票賺翻，所以大家輕鬆買房，比較像是股票賺翻，終於讓你湊到一張可以勉強上兩房的門票。我現在講當然是新房子可能預售，要不然就是屋齡5年內的這種大家普遍比較喜歡的房子，並不是大家都突然喜歡小房子而是大家被這個價格帶逼進小房子裡面的。所以建商他當然也知道啊，毛起來蓋兩房，對不對？好，那如果你就是這一群人兩房人的話，我會建議你，那你就買啊，沒關係啊，你不滿意可接受，你就要上了，你知道？因為你連第一間都沒有的話，你未來也無法發動所謂的小換大舊換新之術啊。最後我們來討論為什麼是現在急着買。那我們再討論第二張圖為什麼有超過 53% 的人說下半年到明年上半年就要買？怎麼會突然變猴急了，對不對？以前大家說啊，沒差，房價一定會腰斬，什麼時候不知道遙遠的未來，怎麼現在明年現在這個時間明年上半年之前就要把它買起來，超過半數是這樣想。我個人認為有2個心理作用來，第一個就是
怕紙上富貴哦，怕股票怎樣一場遊戲一場空。那股票賺錢是賺錢，但是人家講說落袋為安吧，你賣掉才是真的錢啊，沒賣掉之前都不是屬於你的嘛，所以會讓很多人怎樣心裡膽戰心驚毛毛的。就與其抱着抱上哇我要發了，我可以全職操盤股票了嗎？然後我想要退休了，我辭呈寫好了，然後回檔下，好吧，繼續工作。與其抱上又抱下，體驗雲霄飛車紙上富貴的感覺，不如就把它換成房子嘛。把它換成房子怎樣？爽，安穩下來，安定下來。台灣骨子裡還是相信有土斯有財這件事情的。即使現在年輕人都說這個房價以後會跌以後我等繼承但是當他面臨這個結婚的時候，當你沒有房子，你實在是就變成婚姻市場中比較籌碼不足的那一。我現在沒有在講什麼婚姻什麼戰男女或什麼，沒有，這就是台灣。你也知道嘛，我們父母從小到大耳提面命就是買房子，不然我跟你說，你做一個實驗家庭實驗，你突然回去找你的父母，然後你就跟你父母說，爸媽借我錢，我要借100萬，然後爸媽說你要去衝啊，那你說我要去買股票，你看看你會不會直接被扒下去？但你說我想要買房子，爸媽就會露出這個擔憂、關心、興奮的眼神，說那100夠不夠啊？那還是。我跟你爸在啃看能不能湊200讓你去買你買房子大家都高興你說你要去繼續買股票，你看大家怕得要死，這就是台灣人刻在血裡的 DNA 嘛。來，第二個是怕房價又漲起來的人就算你是看跌的人，那你從2024打房看到現在，你已經看2年了呢。這2年之內，你夢想中的房子，你的夢想一定會是，我們不要講那麼絕對，你的夢想很高幾率是什麼？各縣市的正蛋黃區第一排高樓層有景觀3房平車這種東西嘛，對不對？夢想之房。好，你看了2年了，對不對？從2024開打到現在，2024 9月的央行理監事會議，第7波信用管制就一路收個金嘛。好，你看2年了，那你去看你的心目中的夢想之房，請問它有跌到你買得起嗎？你說房價腰斬房價腰斬，先買的人會是你嗎？對不對？比你更有錢的人他就先上了。所以現在也沒有什麼房價整體會向下的理由嘛。台股破4萬，然後覺得房價會下跌，怪怪的那些本來就買房需求在觀望的人，先趴在股票裡面膽戰心驚的每天那樣子看真的有什麼風聲他就抽出來了，然後他就想說再等下去，這個阿元要講落袋為安到時候這個大家落袋為安的人變多了房價要上去了怎麼辦那我是不是先拿股市的錢賺到落袋為安，我就是先看填一間起來再說所以股票的錢再加上怕錯過的心態，這2個加起來就變成這波買2房的買盤。那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我未看先猜會有一大群人衝進來買2房，因為買不起3房大家覺得說那先買小一點，先求有再求好，而且他現在有地方住那真的要買一個置產長期置產，你當然會覺得是3房平車這個東西最好了嘛。但是現在只是等於是你要把錢搬到一個比較安全的地方，2房也可以接受，對不对？套房也行套房的話看看是不是填一填，我不要貸款了貸款很麻煩，然後怎麼樣的這種考量就會跑出來。問題來了，所有人都開始這樣想，2房就有機會開始變貴你就會看到總價看起來算低的2房，就一坪換算起來那單品怎麼貴成這樣你會看到一些說本来就是過渡型的產品，怎麼大家都在搶最後變成市場熱門。我跟你說，以我們高雄來說2房在也不用到对，差不多10年前在2016年房地產呢正式走下坡，冷到不行的時候，過去的2016年就像現在的2024年這樣，就是由盛轉衰的時候。好，在10年前這個2房是邊角料，你知道你買房子你怎麼會買2房高雄你沒買透天已經很怕被人家嘲笑了，那你買大樓你買大樓你怎麼還買2房邊角料？結果現在新案子全部都在蓋2房總價的關係。好所以2房會夯，老實說我剛開始我有點看不懂，我說你都在高雄你為什麼要買2房你就是3房平車直上我們今天又不是在那個地獄難度的台北市但是2房就是有2房自己的買盤跟受眾所以錢多一點他要怎樣？他一次2間2間什麼2房
那市場最熱門也最容易被墊高價格的商品就跑出來了哦，就是接下來這個房市變熱，兩房很可能會發生的事情啊，我都會講了，我都這樣子推論了啊，建商一整個部門在那邊研究，他們不知道嘛哦，所以接下來兩房的供應哦依然充足，而且我認為有點太過充足。我真的是奉勸哦，如果你像我一樣要貫穿週期哦，要那個老了有房也有錢這個目標的話，你還是要直上三房平車這種東西。你說，哎，現在沒有人要三房屁，哎，要不然我們三房怎麼都租得那麼好？然後跟那個三房，我跟你講，會買三房是剛需啊，都是那個像現在首購去買兩房，然後之後人生遇到一些大的改變，不是什麼壞事哦，家庭成員新增，對不對？原本是個單身狗，然後突然就情投意合，哦，突然就這個花前月下哦，然後那個小孩要出生，要三房了，三房這是剛需。三房比較好住啦，三房我個人認為才算適合人類居住，真的哦。兩房有多扯？我講一個我自己的案例，我自己看到了，我沒看到我都不信哦。好，就兩房，然後兩房不是一間廁所嘛？好，廢話，好，然後就一間廁所，然後我下樓我下樓到那個社區的健身房2樓，怎麼有人排隊排下來？什麼東西？我去，請問你們在排什麼？你們這是在發什麼東西？那早上說排廁所，靠腰，為什麼？海量的兩房啊，然後發生什麼事？就是一對夫妻或情侶在住，是不是女生使用廁所的時間比較久？我們不能怪他不要怪他哦。然後男生趕上班怎麼辦？要尿尿幹嘛的話，算了，跑到去用公設的排隊，什麼東西呀？去用那個健身房的廁所嘞。不是說到洗臉刷牙那麼誇張，就是上個廁所或什麼就把它忍到出來，兩房就會有一間廁所的問題啊。當然現在也有兩房做兩衛好，這個先不提。總之就是說兩房有兩房問題啦，一個家庭最好還是要三房兩廳兩個衛浴，這最好住，而且我認為這才適合人類居住。講完了，我整理一下，今天我們講的房市要開始熱起來了嗎？我先跟你討論了，明明台股大漲，大家手上多一筆錢，但是很多人只想買套房或兩房嘛，這背後的現象跟原因，首先是這波股轉房的人會先被總價就驅趕到小坪數的產品裡面，那再來是大家急着買房子，是因為怕股票的獲利怎樣變成紙上富貴也怕自己又錯過下一班買房的列車。反正結論就是接下來兩房市場有可能會變成最熱。套房市場變最熱，我們台灣就很詭異了嘛。那兩房市場變最热，OK 都能解釋很合理。那價格可能會被墊得很高。最後我想問你，股市獲利了結之後，你會怎麼處理這筆錢？買房啊，問就是買啊，哪是不買？B 錢先擺着，等之後再說。C 我根本沒賺到，我還賠錢，你是在那邊問怎樣的？在講八卦之前來點乾貨，很多朋友會問我說：阿元，你房地產做這麼久，有沒有口袋名單啊？這不就來了嗎？掃一下這個 QR code， 我有的牌都在這裡了。進去先點影片看我介紹，讓你心裡有個底然後就可以直接加他們的 LINE 了。買賣房子，台北找銷店，高雄找林店，美術之星，這兩位都是我的大前輩，我有問題也是直接問他們，你就直接敲就對了。如果你雙北要裝潢漢意室內裝修嘛，很多觀眾朋友合作以後都覺得很滿意。那如果遇到了法律上的問題，有頂尖律師可以幫助你。好啦，我有的資源都給你了，你有需要你就大方用，不用客氣。最後我要請你支持我，加入我的頻道會員，每個月250塊錢，直接抄我做好的重大建設功課。高雄自產老會員都跟超過1年了，沒料的話大家早就跑了。最後也不要忘了幫我按下訂閱按鈕。YouTube 的後台跟我說有 74% 的觀眾還沒訂閱，這樣都能超過5萬人支持。如果你還沒訂閱，麻煩先按一下買房阿元 logo 旁邊那個可愛的按鈕，對，點下去就對了。這樣我離10萬訂閱又更近一點，拍片的動力也會暴增。按好了嗎？感謝你這麼挺我，祝你老了有房又有錢。好，來講故事講故事。這是一個我聽來的故事，如有雷同那就雷同。那這次要講的是小麗的故事小麗就是傳統的存股一族存那個 ETF， 反正每個月拿到錢，他就是固定轉賬到那個股票裡面他也沒什麼在研究，就是都丟0050股市大漲，他有賺到錢一開始他很開心要賴我，然後問我這樣我就房地產的，然後說他這個 ETF 有賺錢，我也不知道什麼心態。
好，總之他回家小確幸就是看一下這個股票賬戶的數字在往上，覺得自己好像離買房更近一點，離退休近一點。可是台股4萬點停那麼久啊，上上下下啊波動很劇烈，1000多點、600多點的漲跌這樣漲都沒事，慢慢跌的時候怕怕的。他一直在想說，如果沒有獲利出場，這些錢又變成紙上富貴，是跌回去白忙一場。所以他很認真的在想說要不要買房子，跑來問我了。後面算一算買不起太大的房子。雖然股票有付錢，但是只夠他勉強付掉1間2房的頭期款，他自己還要再往裡面貼自己的儲蓄，還要跟媽媽借，那也不用想什麼大裝潢了那如果這個錢去買一間套房的話，現在有建商會做那個一房一廳啊，好像又可以又能做個小裝潢這樣，而且就可以實現自己一個女生又有自己的避風港，一個自己小窩的夢想清單好像養一隻貓啊之類的，所以他很認真做功課就看到我的頻道。看到我說套房不好，他跑來賴我跟我說他想要股票落袋為安，但買2房目前來說太硬了，股票賺錢那也沒賺那麼多，因為他本金也不夠大嘛，能不能先買套房就好？我是跟他說，你套房未來可能會有狀況可能不好賣套房本来就是這樣，套房都是在一個房地產很熱的市场，然後趁亂賣的，你知道，真的是這樣。套房你又在高雄，你買套房就是房地產很熱很熱，然後大家都覺得買房子都可以考慮好好趕快去看的這種極端亢奮瘋狂的情緒之下，你們要趁亂給它賣掉你才有辦法賣那個房地產只要沒那麼熱或是像現在這樣很冷淡的情況下，套房都是放着就真的是住套房的概念。我跟他說有這個問題所以我說你要這樣子做也不是不行那也不是套房，它就是一房一廳的東西但我看起來就是個大套這樣好，然後有給簡易的吧台這樣。我說你要先想好那這個套房你接下來會脫手時間會很長就真的會很長你也不要覺得這個很好脫手這樣那他也能接受他就是看了幾間套房，然後越想越不對勁越想越不对勁，因為他想不到說10年後還有誰會願意接手這間房子主要還是貸款的難易度的問題。你買2房大概都過15坪，我說全幢銀行可以貸款80%，那你買一房一廳很可能都在15坪以下，除非你那個一房一廳有車位，你知道。好，結果他算一算，媽，這個一房一廳總價是低的，但頭期款怎麼跟2房差不多？那算一算還是買2房 CP 值比較高。可是又回到那個問題，他2房他買不了嘛。那他有跟我說，他決定繼續把錢放在股票裡面。好，然後我問他為什麼，他就說相信魏哲家明年搬新家，那他也就再賭一把這樣，他也希望魏哲家先生可以幫他達成買房的夢想，祝福他嘛祝福他之後可以順順利利買到喜歡的房子，是2房這樣。我當然是希望我的觀眾朋友就都有 CC 都很有錢要是我經营一個頻道，然後觀眾朋友都是來跟我借錢哭窮的，我也是很困擾我當然是希望我的觀眾朋友都在累積資產的道路上都能實現一個叫做老了有房也有錢的這個目標。好，那你要放長，我個人認為市場中蛋黃區最安穩穩健的東西還是3房平車，那它就有門檻高的問題。好，那真的不行的話，你看2房吧也行，但是就是要放長。至於你要套房或什麼艺高人膽大，你真的很熟，你再去操作，那就這樣。